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我估计啊，在这种行情之下，赚钱应该是比较难的。不过呢，再烂的行情还是会有一些能赚钱的项目的，比如说无聊猿的币 APE， 1周多的时间，从10几块涨到了最高26块，算是最近的一股清流吧。据说呢，这个猴子币呀，还要推出它的土地，应该是今明2天就开始预售了啊。它的这个土地预售是要用这个 APE Coin 才能买的，这个土地是否有上升炒作的空间呢？面具人，我对猴子土地的看好程度差不多是60%到70%吧，6-7成的看好程度，因为猴子做的这个NFT 呀，还有它的这个币呀，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它的 NFT， 基本上算是头部最牛逼的了，对吧？所以呢，它的这个土地，有一定的炒作空间和期待空间啊。有机会的，大家可以参与一下，试一试，玩一玩。好，来说咱们今天的正题啊。我汇总了一些华尔街金融操盘手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专业人士的建议啊。他们针对比特币近期的行情呀，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看法啊，给我们了一个接下来的操作思路，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方针。我们现在该怎么操作比较合适？你们听听这些大师的分析就能有头绪了，讲的确实不错。那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要先讲一下网络暴力的问题，以及中国人的一些思维设限和怪异行为的由来。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哦。如果你看面具人的节目赚到钱了，或者是学到了新鲜的知识了，那就请将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并附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10个 NFT 大奖了，都是真金白银可以交易的。好，来讲正题，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微信、百度、微博开放显示了用户 IP 地址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可非同小可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那就是什么事儿呀，一到中国人圈子里面，是非就很多，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呀、是非呀，你戳我呀，我背地里搞你的这种怪异的事情。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来，面具人，我告诉你啊，大家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斗争精神。其实斗争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斗争它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呢，人为了斗争是可以兵不厌诈、不择手段的，对不对？但目前中国它就是要强调斗争精神，人人都要学会斗争，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喜欢斗争，就是要人斗人。所以呢，你看国人弄个什么事情，无论是在公司上班还是生意合作啊，中国人总喜欢通过什么斗争呀、打小报告呀、下套呀、使坏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从心理学上来说啊，人在长期的接受一种行为指引之后，那做什么事儿都会有强迫反应的。就像强迫症，他必须要做某种事儿，不做就难受。看那个水龙头啊，他总会感觉，是不是滴滴答答的水龙头没关？出了门以后，是不是门没关啊？再走回去看一看，或者是看到桌子上有一个黑点，他不擦掉就难受。实际上呢，中国人强迫斗争啊，做什么事儿总喜欢往阴暗面去想，总喜欢动歪脑筋去搞别人，这也是一种长期熏陶的强迫症。而中国人在斗争精神的熏陶之下呢，你看干什么事情也总想和别人斗一斗，使个坏。大家仔细观察中国人啊，很多中国人非常的崇洋媚外，甚至崇黑啊，或者是崇拜领导。为什么呢？因为洋大人们、领导们他的段位实力是远强于自己的，所以呢，很多懦弱的中国人就认为跪拜这种远强于自己的人是可以捞到好处的，他们可以罩着自己。可如果呢，是另外一个实力接近自己或者是弱于自己的人，中国人他就想把这个人、这个弱者给斗一斗，干掉对方，独占资源。
其实无论是跪拜强者还是践踏弱者啊，这两种行为都是极端自私且自卑的表现。中国人的眼中没什么公平意识的，没什么共赢合作观念的，他的眼中，他的脑子里只有强弱观念。你比我强，我就给你下跪，我就给你舔屁眼嘛。但是我比你强，你就要给我下跪，你就要舔我的屁眼。人在弱的时候跪别人舔别人，等到他把自己舔起来了以后，他也要尝试这种快感，让别人舔他自己，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而不是说我们互相友爱、公平的做好朋友、合作，不，要么就是我高你低，要么就是你高我低，我跪你，我舔你就这么简单。人与人之间只有力量的压制，而没有心灵的共鸣。其实49年之前的中国人还没有这么严重的劣根性，但是49年之后的共产党提出了全民斗争、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呢，让中国人活着人人自危。你不斗别人，别人就会来斗你，不斗就没有资源，不斗就会被踩下去。现在依然如此，在过去不斗就会被饿死。现在呢，你不斗就会社会性的死亡，你不斗别人瞧不起你，你不斗你在工作岗位上爬不上去，你怎样才能爬上去？把你的同事领导一个一个下套使坏，给他弄下去。当然了，你的同事领导也想斗你，这就是生态圈嘛。面具人，我在做教育工作的时候就观察过，差不多90%以上的中国家长教育自己的小孩的时候，都是要让他们把别人的孩子比下去，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了互相比一下，谁如谁，谁不如谁，或者要把这些孩子斗下去、踩下去。说的好听一点叫比，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叫斗。你觉得中国的家长会教自己的小孩小朋友之间要公平合作？不，没有人这样教。你就是要比别人强，或者别人比你强，比来比去嘛，绝对不是合作共赢。其实你们仔细想一下底层互斗了，一个咬住一个，那贵族才可以高枕无忧嘛。但是你不要指望这些底层人他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就算他想明白了，他也不感兴趣什么公平之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斗是很快乐的，把别人踩下去会产生快感的人斗人在文革时期的时候不要打断我人斗人在文革时期的时候达到了高潮。随着改革开放、先进思想的引入，人斗人的氛围变淡了一些。但是目前的中国又再度封闭，人们的思想只能在非常有限、非常被控制的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碰撞交流。那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就难免产生摩擦，对吧？而你们仔细观察，现在共产党要开放网络 IP 地址，所有上网的人，他在哪儿上的网，他住哪儿，全部都是要显示出来的。谁在网上说个啥，直接就可以被找上门。那这样的话，则有可能会引发新型的网络文革。这个 IP 地址公开是方便了人们互相人肉、互相监督，甚至上门开干的这么一个通道。比如说，我不喜欢你说的某种言论，或者是我认为你的言论不爱国了、不爱我了不尊重我了。然后呢，你说这个言论下面就显示了你住在哪儿，你在哪儿上的网。那你就要小心了，小心别人提着刀来干你。那这样的话，几乎就可以把你看现在中国的网上、微博上呀、贴吧里面互相喷来喷去的，那最多也就是文斗，对吧？可是呢，一旦是显示了你家住哪儿那就会把文斗变为武斗，有这种可能，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也算是给无聊的网民们提供了一个人斗人的便利通道吧，提供了一个发泄口，让网民们又可以互相泄愤了。你骂我，我干你，我上门抄你家，对吧？总之呢，大家都不要恨共产党，都是底下的这些屁民互斗，对不对？甚至呀，我告诉你，更可怕的是，习近平现在还要搞斗争学习小组，他还在网上发布了斗争精神不强的专项整治工作。
这就相当于明确了，你不斗不行，你不斗就是有罪的，你不斗就是要被整治。各位试想一下，生活在一个强调人民互斗的社会，你不斗别人，别人就来斗你，人人互相防备，你不斗你就活不下去的这种社会，和地狱有何区别？长期的斗争环境熏陶会导致斗争精神刻印在每个人的精神深处，以至于形成强烈的心理反射。你们仔细观察，很多中国人就算出了国，他还是想斗，不斗不行。人人互相防备，却又想互相踩一脚，互相坑一把，互相占点便宜，互相捞点油水，而不是互相帮助。他们的下意识心理反射总认为，我除掉了对方，我就能占对方的资源为己用，而不是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可是呢，由于从小的精神熏陶，这种心理疾病几乎是没法治的，是伴随一生的。所以呢，你看很多海外华人，他们的思维逻辑还是那种小刁民思维，总想互相坑啊。他们这一代改不掉，只能从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才有所缓和。所以呀，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观察到了没，很多华人总是喜欢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最终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那有些人可能会想不通，做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对他又没好处，可他为啥还要做呢？有些人可能会想不通啊。来，面具人，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你这样想就能想明白了。其实没办法，长期的文革教育导致了条件反射，他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忍不住想要搞事情，自以为这样做能得到好处。文革基因会让你的血液沸腾，让你就是忍不住想要搞一搞、斗一斗。这些人起初都以为损了人能利己，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认知还远不足以匹配那些财富，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害人害己，损了他人也不利己，还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中国人不明白，或者是明白了也做不到，那就是做唯利是图的坏人是赚不到多少钱的，大财靠德，小财靠奸。你们去看马斯克、马云、马化腾，这些人他都是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提供了很多饭碗，帮助了很多人的人，所以呢，他们才能赚大钱。但是你说天天算计别人，想捞点油水坑别人一把的那种底层中国人的逻辑，这样做事儿，他能赚到大钱吗？可能他们也不想，他们想的就是今天把别人坑一把，赚点钱就知足了，就好得很，就爽了。你们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想啊，底层人如果都是这样的话，为2粒鸡小米，人人互相孤立、互相防备、互相害、网格化、互相搞，那他们自然就形成不了什么威胁了，对不对？而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在国外也一样啊，他只认比他强的，跟他差不多的比他弱的人啊，他都想踩一脚。中国人只跪舔白人，至于黑人、穆斯林、黄人都是傻逼。当然了，他们也不怎么敢惹黑人、穆斯林啊。长期的辱民教育导致了中国人缺乏自信，极端的易怒，极端的自卑。表面牛逼吹得再爆，本质上还是觉得中国人最低级啊！你不要说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呀、华夏文明之类的，中国人只敢欺负中国人。除非有党撑腰，有主人在背后，他们才敢对所谓的黑人、穆斯林吼叫2声。那中国人排挤中国人，这是举世闻名的嘛？所以你们看，在任何国家，华人的地位都是各个国家当中最低的。一有什么事儿，他们只能拿利害国给自己背书。可是呢，靠他们自己的团体力量，几乎是0。中国人排挤一切非白人，他为啥要这么做呢？来，我就问你，狗为什么要吃屎呢？长期养成的本能而已。与中国人为善很难，
但是你不做，这个族群只会越来越饿。所以呢，面具人我还是一直告诉大家做个好人，我还是相信很多中国人能变好的，我还是相信有好人的，明白了吧？好，咱们来说金融啊，华尔街的分析师现在普遍认为啊，比特币在35000到45000美元的这个区间做波段是最合适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没有太大的上冲力量。这个观点面具人我也认可。所以呢，我建议最近的操作还是以短线波段为主。当然了，这些专业的金融分析师他们也认为以短线波段为主。毕竟你现在买了以后，它可能在接下来的半个月、1个月很难出现大涨势，但是呢，你短撸个3个点、5个点还是可以的。你像比特币跌破了38000以后啊，37800、37700、37500，你就无脑进去做一个短线、超短线，赚个3、5个点就出来啊，对吧？利润也是可以的。然后再等它跌破什么37700、7500，每跌破一个关键点，你就补位，补上去吃到几个点你就跑。像其他的主流链币，比如以太坊、Luna、AVAX 这些币，在跌破了整数关键位的时候，你都可以顺势的进场补个位，赚上几个点就跑的，这几乎是闭着眼睛稳赚钱的。短线的话，你们可以多用点资金去玩啊，拿上个30个点、40个点去玩一玩都可以。长线的话，你想长线去布局，比如说吃它个10几、20个点，甚至翻倍的涨幅啊，那我建议你只拿20%以下的仓位进场补位，占个坑啊，以免自己踏空了。万一接下来2天不跌了，它真的涨上去了，你还能占到坑。但是短线没必要，短线你就拿上30、40的仓位啊，赚上几个点你就跑，亏呢亏上几个点，你的亏损也不大，你也跑，明白了吧？各位大家再注意一个关键时机啊，那就是4天以后吧，5月4号。5月4号是美联储议息决议声明的当天，那这是一个机会，大家这几天最近老咳嗽，大家这几天一定要勤加观察哦。好，如果你想要更及时的加密货币操作点位，包括参加今年的革新性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甚至搏一搏几倍、10几倍的利润，包括和志同道合的高素质人群进行交流，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我们下期再见，祝你好运，拜拜。